在健身圈和减肥圈流传着一句话：高蛋白、低碳水才是健康的终极法则。听起来挺有道理，蛋白质能长肌肉，少吃碳水就不长胖吗？但科学最近发现，这种吃法可能让你老得更快。一项发表在 Nature 子刊的研究，用老鼠做了个扎心的实验。研究人员分成几组，有的吃标准饮食，有的吃低碳高脂，有的吃低碳高蛋白，还有的反过来高碳低蛋白。结果很明显，那些吃高蛋白少碳水的小鼠寿命最短，衰老速度最快，反而是吃高碳低蛋白的那组活得最长，身体状态最好。更细一点看，小鼠体内负责修复 DNA 的基因活动下降了，而和组织损伤、炎症反应有关的基因却活跃得不得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小鼠的身体就像在提前报废。研究还发现，即使控制总热量，也就是所谓的节食，只要蛋白质太多，依然挡不住早衰的趋势。原因在于高蛋白会加剧 DNA 的损伤，而 DNA 是细胞的指挥中枢，损伤一旦积累，细胞就提前进入衰老状态，整个身体都会跟着走下坡路。那是不是蛋白质越少越好？也不是，蛋白质太低，身体会变瘦，抵抗力下降，甚至营养不良。科学家发现，稍微降低一点点蛋白质比例，但不是断崖式削减，反而能让小鼠寿命延长 15%。这就是所谓的适度原则，太多太少都不好。那我们人类该怎么吃？一般人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到 1.2 克蛋白质就够了。比如一个55公斤的人，每天吃55到66克蛋白质就行。听起来少，其实你每天正常吃饭加上主食就能达到。主食比如米、面本身也有蛋白质，100克大米就含 7%， 面粉还能到 10% 以上。别再以为只有肉才有蛋白质了。而且碳水并不是坏家伙，碳水能节约蛋白质，你吃够碳水，身体会优先用它来供能，让蛋白质去干正事儿，比如修复组织、维持免疫。相反，碳水太少，身体就会拆蛋白质来当燃料，不仅卫生，还会制造更多代谢废物，加重健肾负担。从经济和环境角度看，合理吃碳水也划算，粮食比肉便宜，污染少，还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所以主食加适量蛋白加蔬果加豆制品，其实才是最优解。研究还指出，不同年龄的人蛋白质需求不同，儿童、青少年要多一点蛋白，帮助发育；中老年人则要适当增加碳水，减少蛋白，才能延缓衰老。甚至有些科学家发现，减少某些动物性氨基酸，比如蛋氨酸，还可能延缓衰老，帮助减重。也就是说，高蛋白不是长寿密码，白衡才是。剂量决定毒性，再健康的营养素，吃多了都是负担。真正聪明的吃法不是跟风，而是让营养比例回到身体的节奏里。还要注意一点，很多人容易把高蛋白低碳水跟生酮饮食混为一谈，其实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生酮饮食的核心是高脂肪、中等蛋白、极低碳水，身体主要靠酮体来供能；而高蛋白低碳水饮食则让身体靠分解蛋白维持能量。这种代谢过程会产生更多代谢废物，加重健肾负担。研究结果显示，这种饮食方式会加速 DNA 损伤和炎症反应，让小鼠的寿命明显缩短。那什么样的营养比例更有利于长寿呢？再强调一下，根据论文的数据分析，结合哈佛公共卫生学院、柳刀等多国大样本分析，当碳水化合物提供约 50% 的能量，脂肪约 30%， 蛋白质约 20% 时，寿命最长，早衰风险最低。也就是说，主食占一半，蛋白适中，脂肪不过量，才是身体最舒适的节奏。我是于哥，欢迎讨论科学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